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我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一山，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支持媒体人尚玉夫，大家好。另外，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哥陈柏惟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地缘政治，今天的股市上上下下，为什么？因为川普又跟你讲说，那很快要谈和了，但是那伊朗就跟你说没有，到底有还是没有啊？全世界被搞在这个里头，那能和平当然好啊，只是真的会这样吗？又说美国3000陆战队已经在路上了，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好，除了这个地缘政治，关系到全球的能源，关系到水。所有这些，那对于国人来讲，既然讲到能源，那民进党的所谓的核能政策有没有任何的一些的改变呢？那这样子对台湾的未来，包括你讲说算力就是国力，然后包括在未来 AI 都需要用电之下，台湾要怎么样因应，这是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当然，这个礼拜我一说这个礼拜非常重要，包括军购条例要审，这个礼拜包括礼拜4的时候，那前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柯前主席呢，他的案子要宣判，所有这些。会牵动到包括蓝白合，包括柯文哲前主席能不能够参与到2028，包括总统这一仗，2026他的态度又会是怎么样？那当然，如果讲到这些的话，那今天无疑的在版面上面抢进的版面是民众党的李珍秀委员，你可以叫她李珍秀，有人叫她李珍秀女士，有人叫她李珍秀委员，但是不管。代理招委，那昨天在现场，包括岳人之，包括王一川都说，对他们这么他们也没听过代理招委这件事。那但是他坐在上面那个代理，而引爆今天让所有成为媒体的焦点，是因为钟小平那个时候在上礼拜的时候，他说那陆配确实是可以放弃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上课有听到嘛？对不对？钟小平有讲。有。那李珍秀就非常不高兴，然后就讲了钟小平引用了"狗"这个字。那钟小平有一些的回应，而这整个的一些，那李珍秀开了直播，生活痛哭。那让你先看一下，他要钟小平道歉。我只不过说骂他是狗，他造谣给我造成那么大的困扰，让全部的舆论都说我现在这么嚣张，然后所有的卢配都可以放弃，为什么我不肯放弃？明明是他在造谣。是他在睁眼说瞎话。我觉得钟小平到今天，我还是想要呼吁钟小平必须慎重的道歉，因为他的造谣、他的错误讯息，不只是造成我李珍秀个人的困扰，也造成我们整个陆配群体的困扰。我没有指着他的名骂，因为那是因为我不想讲他的名字，我认为说讲他的名字我是不屑讲他的名字的，所以我才就是讲说，对，所以用不好的字眼，就像他讲的狗也很可爱啊，我不会跟他道歉。赖医生是这些事情已经好了。其实李珍秀这件事情整个延烧出来的，我在节目讲过，它是很深水的一区，就包括两岸之间，包括有没有两国的问题，包括这是非常深水的一区。那国民党多年来其实也没有提，包括陆配啦要担任那个不分区委员，因为这个深水区，说实话，在现在的政治现实，它是非常考验人。可是现在已经变成，当李珍秀出来那个地方的时候，本来只是看到朝堂之上，在立法院，行政单位不认她是委员，叫她女士，然后这个地方就跟行政官员就想尽办法要上台，但现在已经延伸出不只是这样了。对，钟小平昨天的回应很好，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李珍秀的直播嘛，在讲骂钟小平是狗嘛，那我觉得钟小平的回应是难得近年来有高度的回应，叫做我把狗当人看。他把人当狗看，我觉得钟小平这句回应非常好，当然也符合他的人设啦，也不是人设，他长期以来他就是3只毛小孩的狗爸爸那他自己本身又是流浪动物之家的基金会的董事长嘛，所以他长期关心这些流浪动物，所以他有感而发，他长期把狗当成人嘛，结果今天钟小平被人家当成狗，所以他也不生气哦，他说我要去植晶片所以钟小平是回应算是有高度，也算礼貌，但是李珍秀看起来不爽继续骂然后继续骂说这怎么会是钟小平要跟你道歉？钟小平，你可以说他的说法不对那你也可以说他是造谣，但是你骂人家这个“狗”字就是不对的嘛。钟小平可以乐于所谓的不生气，但是你李珍秀骂这句话，应该是要你跟钟小平道歉吧？怎么反过来要钟小平跟你道歉？所以这件事情李珍秀的道理就是不对。但是我们回归正题，这一题就是因为中配的问题嘛。李珍秀有没有放弃户籍？有没有放弃国籍？这很清楚，他
他2个都没有放弃，没有放弃户籍，你就没有候选人的资格；没有放弃国籍，你现在就是双重国籍，就没有担任立委的资格，非常清楚。所以啊，钟小平提出了就是说，我的朋友里面就有人放弃国籍成功嘛，当然我有朋友，他也放弃国籍成功过啊，每一个人经验不一样。李珍秀，你放弃不了国籍，我没有说你一定放弃得了，但是别人就有放弃得了的经验嘛。那你没有放弃国籍，你就不要当立委就好了嘛。你不要把所有的中配扯进来，因为双重国籍在台湾里面就不能担任这个立委哦。而李珍秀这个立委的身份，说真的，当初民众党提名的时候也是乱七八糟，从里面党员名册里面去抽出一个是有中配身份，因为柯文哲一直想要中配的选票嘛，而原本想要的人是谁？是徐春英。但是徐春英在竞选的过程里面，他们提名本来要打算提名徐春英，但是竞选过程里面其实就已经被质疑他是不是有统战的因素嘛。而今天这个所谓的徐春英的起诉已经被新北地检今天也正式来起诉了，所以正式起诉还好没有提名徐春英啊，因为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啊，徐春英他有3个的罪名被起诉，第一个叫银行法，因为他是地下汇兑的金额高达2874万，这是违反银行法规定的部分。另外还有刑法伪造文书跟诈欺，然后诈欺诈贷的金额高达697万，所以这个东西叫做你在刑法上跟银行法上面的问题嘛。另外还有反渗透法的问题，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跟中共那边眉来眼去进行统战的工作，甚至介入台湾的政策跟选举嘛。那事实上在起诉书里面写得很清楚，他在过去在跟中共的民政部两岸婚姻中心的杨主任他非常的熟识，另外还有中国国民党，中国那边也有中国国民党他们叫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实践委员会的孙信副主任，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本来他们一开始是要介入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但是国民党其实很聪明，我觉得这里要肯定国民党，他们没有把他们提出的这些中配人民班列为安全名单所以国民党都不要的东西，结果他们认为2016年我们主张说你们应该把中配放入不分区名单，国民党没有做，结果他们跑去找谁？跑去找民众党所以他们在2022年就开始改支持民众党的。当初黄珊珊要选举，当然是黄珊珊是用无党籍去选嘛，但是我们都知道背后就是柯文哲那时候的民众党党主席支持黄珊珊用无党籍去选这个台北市长，所以黄珊珊在2022年参选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介入支持动员中配去支持所谓的黄珊珊，在2024年更是支持柯文哲嘛，也是因为这样的结果，所以柯文哲才提名徐春英，本来要提名徐春英，要作为不分区立委里面的不安全名单嘛。这个安全名单，当这个统战争议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周刊的报道写得很清楚说黄珊珊认为说传赖给柯文哲说，如果我们不提名徐春英，我们要不要跟国台办聊聊嘛？现在看起来的话，当然徐春英今天被起诉，那李珍秀所有刚才所讲的这一些，那未来还会有怎么样一些的延烧？那这里头你有没有注意到阿苗？刚才李珍秀在镜头前面，他有特别讲说，连整个陆配都被污名化或什么。显然他是深得柯文哲告诉他说，你现在不是你自己，你要代表所有的陆配，所有的这些，好不好？所以他讲说包括钟小平讲，你是不是让所有的陆配都会受到像这样一些的委屈啦，或造谣造成这样一些结果？但你看到这2天一些新闻，像今天媒体上，那也有是中配的2代，他就讲说，不是我不觉得是你讲的那些。可是当李珍秀的回话会不会变成有很多在平常讲台湾这件事情真的弄出来以前，你会很认真去讨论谁是不是陆配或中配，然后你是第几代的，你会什么？你不会去讨论这个但是现在看起来，因为李珍秀一个弄这，就有人跳出来讲说我不以为然，但李珍秀怎么会就是讲说，对，你就只配在基层吗？是这样吗？我觉得李珍秀这个人物基本上双重国籍又一直想当立委，他对于我们国家的制度来讲，当然是一个利空嘛。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在这个破坏、在冲撞我们既有的制度了。但是其实他这种表现对于绿营来说反而是利多了。因为有很多这个我看最近几天他给大家的惊喜是不断的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说一个立法委员把自己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梗，
他本身中国人来担任台湾的立委，他就是有争议嘛。然后呢，他第一次质询的时候，又有那个陈志汉跟他咬耳朵，叫他一定要念标题，吃台湾米，喝台湾水，然后就变成焦点嘛。然后呢，他第一次质询的时候，又有那个陈志汉跟他咬耳朵，叫他一定要念标题，吃台湾米，喝台湾水，然后就变成焦点嘛。啊，结果呢，他还来不及展现他的实力哦。他第二次要秀这个质询的时候，自己又对镜头讲说：“哎，来那个媒体来报道哈，钟小平是狗不是人。”我就从来没有看过台湾有哪一个立法委员这样做过哎，因为我们在论证的时候哈，其实我说了。老百姓要怎么骂哈？你老被谁安怎教哈？那是叫言论自由。可是政治人物、民代或首长，你在你的言论上，对于你不同阵营的这个对手，你要有基本的分寸，不能走到这个人身攻击上面去啊。可是李珍秀他一改常态哦，马上说，当然媒体来报道没有关系，他就是要人家去关注他说钟小平是狗不是人这个部分呢，攻击性极强嘛。马上又有一个梗出来，然后呢？过了一天之后，他似乎不想让新闻平息，晚上开直播，由下向上拍，然后吸引大家关注之后，突然爆出一个说：“哦，这个高虹安一个人就拿了科批700万。”我觉得真的，绿营的人做梦都想不到，他竟然会去自己爆这个。而且你知道，通常我们录政论嘛，讨论李珍秀是一个区块，讨论柯文哲司法案件是另外一个区块。都没有人想过这2块可以这么巧妙的连在一起，只有李珍秀他做到了。他在这个柯文哲即将宣判的节骨眼上，他又提到了 Excel 表出现了有谢妈妈的200万后面注记高虹安哦，那有王圈林的500万后面也注记高虹安。本来大家是忘记，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事情之后，突然被提出来嘛。所以你说白银放了这个人上去。从政治上的角度来看，就觉得奇怪啊，怎么会全党护这样一个人？他到底要做的是什么？怎么会说这个好像他变成白银现在在媒体上的代表，声量比柯文哲跟黄国昌都还要强？然后呢，你看他在立法院里面所做的事情，唯一只有，争取他自己要当立委，争取他自己要被称为委员，不能称为女士，对不对？有人称他李女士。称他民众，他就觉得是在霸凌他，但是一方面又很双标。钟小平虽然我跟他不同党啦，但好歹人家是中正万华的民众盖给他，盖给钟小平选出来的民代嘛，就说人家是狗不是人。奇怪了，李珍秀，你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选票上哦，没有人是盖给李珍秀这个名字的哦。结果你现在你的资格都有争议的时候，你的整个的态度已经嚣张成这个样子。那这反而会让白银的处境越来越险峻。本来李珍秀是要做中配代言人，对不对？他一个人要代表全台湾的中配，欺负李珍秀，他都说你欺负中配嘛。可是你看，在中配当中，比李珍秀有学识、有涵养的多了嘛，比李珍秀讲话知书达理、有品格的多了嘛，比李珍秀更爱台湾的，我相信一定更多嘛。所以他一直在削弱他自己作为中配代表的这个正当性啊。一般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中配，哪有人说讲话都像他这样子？很少见到嘛。所以李珍秀的存在，我认为啦，客观上看来，唯一的功能，真的就是在破坏我们台湾的制度。你看哦，这个委员会里面发生的，他所谓代理赵委的这件事情，一般来讲，你去看那个议事规则里面有写一条，赵委因故不能主持的时候呢，是要由现场的委员相互推举。那一般很多立法院里面或者是议会里面，有的时候因为议事需求，会省略这个相互推举的过程，但是我们不会刻意去找一个有争议的人。比如说，建议哥当赵委，然后我是第2召集人，我坐在他旁边，他建议哥出去洗手间一下5分钟，我代理一下，因为我是第2召集人啊，我本来就有这样的资格啊。可是廖先祥他明明就在场的时候，李珍秀上去，他还自己宣布他自己是代理赵委。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了：
如果今天可以这样子蛮横的话，改天韩国瑜可不可以出去洗手间？李珍秀自己走上台说：“我代理主席，我代理院长。”这个合制度吗？这个合制度吗？我就光问这件事情啊，他一直在立法院里面创造这一种奇怪的案例。美国的、德国的、日本的，不管你什么国的，你有双重国籍就要放弃嘛。现在在讨论国民党有个叫李孝亮的年轻人，之前差点卡到伪造文书案子，他有加拿大籍啊，他是不是也宣布说，如果他当选，他要放弃加拿大籍？怎么李正秀可以一直在那边挥说，我不放弃我中国籍，我没办法放弃，我不放弃我中国籍，但你们要给我当立委，那这样李孝亮不是到时候他也说我不要放弃我加拿大籍，我也要当议员嘛？所以我觉得以李珍秀这案例来讲，对我们国家制度是利空的，但是他再这样闹下去白营的这个凝聚力真的会越来越差。那反过来说，对于绿营来讲，实质上变成一个选举的利多了。所以我还是站在中道的部分，我觉得白营在这边要断然停损，因为你让李珍秀离开的时候，你不会少一席立委。你后面可以递补嘛？陈市长可以递补嘛？你不会少一票，蓝白让李珍秀离开不会少一票，但我们国家会少了很多烦恼所以在那个中道的立场呼吁啦，其实让李珍秀离开立法院，对大家是都好，这是多赢的局面。OK， 刚一开始有位观众朋友介绍立法院荣誉顾问 Thank you 哥陈柏惟赶到现场，来欢迎 Thank you。好 ，Thank you。来 Thank you。对，立法院毕竟你待过嘛，而这里头上钩他是待过嘛，只是。就算没待到4年，也是待过，好不好？是 OK。那 Thank you， 你自己看李珍秀媒体甚或用，因为我相信接下来会啦，说创了几个记录，包括那就是像那个邱垂正陆委会主委不会上去，可是因为主席既然叫你要回，你还是要回，类似这些。那接下来到了院会以后，你还可以看到再继续刷新一些的记录。我们不是为了要刷新记录而是说这整件事情，以你自己曾经担任立法委员，你会怎么样看这些？刚才阿苗好了，那阿苗很衷心的讲说，是不是那白营要考虑一下李珍秀的这个状况？柯文哲到底会怎么想？他会因为像有媒体人在讲说，因为前面柯文哲说，除非到了灭党，要不然的话就算伤一点又怎么样？可是这样一路发展下去呢，甚或连高虹安那件事情没事讲个700万，逼得今天新竹市政府高虹安一大早就出来澄清说没有。从来没有什么700万人这些事情，可是那是李珍秀讲，虽然李珍秀后来也出来跟你讲因为情绪所以他讲错或什么，可是就刚阿苗讲，大家会去翻以前的东西，就会开始回头去再看这些事情，对柯文哲他们来讲，不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啊。我可以从非常多的角度来讨论李珍秀现象啦。那第一个，我们从政党的角度，民党是派系分治，所以如果有派系的人受伤了，另外一个派系的会来把他的地盘抢走，他大概会维持一个基调。那在国民党那边呢，比较显著的是地方派系与中央空调、中央空战，发言的可能都集中在北部都会区，然后呢，其他地方的中南部小平头，那个拉票，这个叫空路混合。这就是柯文哲嘴巴里面最讨厌的，个人利益大于政党利益，政党利益大于国家利益，这就刚刚好在他们政党里面自己实现了嘛。个人利益大于政党利益，政党利益大于国家利益，这就刚刚好在他们政党里面自己实现了嘛。所以柯文哲现在心里想的就是26号宣判看起来不乐观，那我的未来就要输给这个黄国昌跟李珍秀，这叫做苏贞昌，输给他们2个嘛，一个有贞，一个有昌。那民众党的未来是极小化，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政策论述上，我们在政策的攻防上，我分析这个叫做9位论述啦，9师论述。表面功夫做太多，扒开发现没料，礼物包装很精美，打开发现没东西。他一直的不断的在做表面功夫嘛。你说黄国昌真的在立法院里面写了很多崭新的法案吗？没有，因为他用的功法是拿民进党过去在野的时候争执过的议题拿来冷饭热炒，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东西都是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他到底适不适合当立委
我觉得逻辑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他如果真的在争取什么，或者他真的代表什么，或者是他有他的基础实力。你看这个内政部的调查，新住民对于台湾中华民国的政策有90%是觉得有受到照顾，或者是可以支持的嘛。所以他就不能够代表。你说有绝对代表性的代表中配团体，然后呢，你说他在某一个领域有专业，比如说他是经商，或者是我不知道医学、科技等等的专业，他也不是某个领域的专长，他到底是什么专长呢？我思来想去，除了造乱之外这个我还是得说简中人才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文采毕竟每天都在咬文嚼字。好人一生平安善良必须有锋芒。感谢吴兆尧这个就是一个借贷完整记录霸凌现场。从刘世芳头七这个就是指控然后无知双宝沈博阳跟陈培宇，然后呢到我喝台湾水比他还久的黄杰，所以呢我应该笑笑的给个道赞，刚刚好而已。他这个都是什么？这个就是耍嘴彼此嘛，搞斗争嘛。那你说这个真的写得很精彩吗？跟我当年的爱情摩天轮比，这个不值一提啊！所以他到底是什么专长？就在我们录影当下，我们看到检察官刚好发了一篇新闻稿徐春英涉嫌违反反渗透法新闻稿揭露。它里面有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透过同侪举报压力，顾虑中共政场注意中共对国内陆配施以控制。注意听下面。进而与渗透来源共同规划国内陆配之参政权的进程跟步骤，并且呢，向国内政党索要不分区立委席次。请问全台湾不分区立委有谁是陆配？那当然，徐春英未必代表李珍秀。但是民众党曾经给过许春英这样子一个机会。如果民众党的判断是如此的话，他有没有可能，他就是规划这个席次，准备好这一康一顺，一个插头一个插座，就是准备好会有一个地方让他来。李珍秀自然应该要在立法的专业上表现他的这个能力，不管是他关心的议题，或者是他能冲撞的项目，但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坦白讲，就我的立场，过去我在立法院里面是独派，也是唯一一个坚持就是以声称台湾独立当选，主张台湾独立当选。我那个时候都在讲有的时候政治是名词之称。你要讲我是台独的，所以你可能会觉得会不会我很激烈我很冲突。其实我那个时候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叫台湾跟中国不一样，我们的文字不一样，血脉不一样，我们的未来也不一样，我们的专长不一样，我们的人口结构不一样，我们的政治制度不一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李珍秀都稍微有反过来再利用这一点，我去改护照嘛。我去改护照的时候，因为中国你不承认我的国家存在，你不承认我的护照，你管我护照写什么？所以当时我们把护照台湾放大了。那的确，这个动作就是什么？台湾跟中国不一样。那李珍秀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台湾跟中国一样嘛，我们是同一国的啊。你不承认我的国家，你就不能说我抛弃国籍。所以我在你这里身份享有的权利，同等的拥有参政权，这是他的主张嘛。所以他认为台湾跟中国是一样的嘛。那你如果从我的视角来看，因为民众党他们常常说不要有意识形态，对我来讲这就是超级意识形态的事情啊。名不正则言不顺，你如果没有身份的话，你在上面咨询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不能，其实99%正确，我都不能，我都会怀疑你1%在办公室的时候，到底会不会跟国防部要资讯，会不会去透露其他的讯息给别人啊？会不会有你自己的政治目的在里面呢？虽然他现在表现的好像很荒唐，然后很难讲叫招惊不断的发言然后到这个半夜开直播骂人。在这边我要题外话讲一件事情，请各位台湾的公众人物，如果预算允许的情况下，请你们不管是录新闻回影片或是开直播，请你的镜头最低要跟眼睛一样高这很重要，这个是形象问题。我希望台湾，因为你们的录影片不只是台湾国内新闻要用，有时候会出国，或者有时候有旧片子。然后呢，昨天李珍秀是放在桌上或者是很低的角度，从头到尾我只看到他的鼻孔。我如果是一个平凡人的话，其实我根本不会听他讲什么，我光看那个2个鼻孔我就饱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公众形象、台湾形象，请大家一起维护，好不好？所以李珍秀这样子荒腔走板的形象跟行为，你说他是有注意的，这个我坦白讲，我完全不认为。最后还可以从数据上分析，身为一个商人，做每一个决策都是要多赚一点钱。
作为一个媒体做每一个决策，都是希望收视率多0.几%，而作为一个政党，他要想的事情就是他做这个决断，民调会增加多少嘛？摆明了有61.8%反对他比军购还要高的不适任立委，你整个党在护航，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理解了哦。这个61.8%还不是说哦明显的什么绿营95%蓝营40-50%白营20%，不是，是平均的，是蓝绿白都觉得他不适任立委，大家都觉得就都妈得小蛋子嘞啊，你硬要推，那就表示在台面下你做了你认为对你的政治利益更大的交换嘛。我不是柯文哲，这我也不是指控，但是假设我以同理心，我有共感柯文哲的话，第一个蓝白合瞄准2028特色柯文哲，第二个共产党会空降陆航部队到这个我不知道是土城还是哪里，因为我不知道未来这个柯文哲会在哪边空降爆破啊，然后从大门冲进去，戴着防毒面具，然后把柯文哲救出来，然后他会去到中国大陆安享晚年。不管哪一个想象，我觉得都非常的荒唐跟不现实。但是呢，你必须要告诉我们，我认为民主的公开透明价值，尤其是黄国昌一天到晚在鼓吹这个的，你到底交换了什么，让你要把整党抓进去这个李珍秀的民调炼狱里面？我换个方式讲，叫陪葬。这才是你把这个道理讲出来，才符合民主的真谛。如果你说一套做一套，那根本就不能够算是公开透明而且专业诚信的民主政党。OK， 明显从徐春英到李珍秀，这整个刚才 Thank you 所讲的那些，那字里行间里面 Thank you 某种程度在想要问的就是，中间有没有跟对岸之间有任何，包括像徐春英这件事情，在启示书里面所讲到的，有没有任何一些交换的味道在里头？蓝白合之间的一些的合作，因为李珍秀像这样一些的事情，因为钟小平是国民党籍嘛，小平虽然是台北市议员，可是议员跟立委之间，大家一定多少会有一些的交情。那他这样子骂小平，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未来的合作上面来讲，会有任何一些的困扰或者怎么样吗？那他这样子骂小平，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未来的合作上面来讲，会有任何一些的困扰或者怎么样吗？然后他连那个高虹安讲说，我再讲一次，虽然高虹安马上出来，今天上午就出来否认有这个徐春英自己也说是情绪，可是当你讲了以后，偏偏那上面又有记载着，就是那个就后面有注记类似这些，那这些对未来都是未爆弹吗？当然，我觉得开地图炮特别对民众党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礼拜四柯文哲的官司要宣判嘛，就民党的多事之秋，那不分区的立委，当然大家期待说表现，在立法院要战力展现出来，展现白银的一个新气象。可是李珍秀的开地图炮，当然我觉得不宜啦，不妥啦。只是说你要不要说啊什么？就像 Thank you 还有那个易善讲的说啊，你要不分区当初是不是有跟国台办或交换过意见，或事先请得他们的同意？啊，老讲你用啊，你不昂哎，没艺术啦，就好像说什么啊，国民党什么军购，国民党立法院审议都要经过北京同意一样，这论述听啊过来。这没有抹红啊，这起诉书里面写到，这没有必要啦，直接有跟对岸的一些相关官员是做沟通，而改支持民众党的，这跟抹红没关系。第一个李珍秀的资格都要 Thank you， 什么蓝绿白都反对，这个也跟事实有出入。第一个，我过去我要那个。我哥是律师嘛，就说法律上有个词叫定暂时状态嘛，当然可能也用这个来形容李珍秀的他的立委的资格可能没有那么精确。可是当韩国院长讲说，在相关的事实厘清之前，在司法最后确认之前，他的立委资格是算数的嘛，应该行政部门要予以尊重嘛，所以。是这样子啦，他在立法院站上质询台的时候，他坐上那个内政委员会的召委的台词之后，还是钦差郎、猫咪郎用坐起来嘛。像上公这么资深的立法院的一个侏罗纪的活化石，他可以随便可以坐上去那个台子吗？不会吧，不行吧？因为我不是立委啊，坐不上去。对嘛？那院会的部分，我当第一届当议员的时候，我走进去，那个法警不认，那个警卫不认识我，说一条毛，你怎么进去了？你怎么进去了？我说我这样走进去了，他不认识我啊。一般议会还有那个立法院的议场，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走进去的。李珍秀可不可以进去？可以嘛。所以你不认识他，形式上或实质上，他的立委资格还是在啊。即使说他上礼拜你给他空去答询，那昨天他那个跟那个廖先祥交换，他当临时召委，他形式上、实质上就是立委身份在那里嘛。
你不愿意回答他，或者用代质询或联合质询，或由廖先祥的嘴巴把他的质询的话再讲一次，然后你官员换位回答他，那一样嘛。我觉得目前没有看过这种状况嘛，就说上公在立法院跑了20-30年，没有看过这种状况，好不好？那接下来这种状况会不会持续上演？昨天是陆委会哦，接下来还有那个一定会啊，还有海委会哦，还有包括那个还有海委会，还有那个客委会都有啊，类似的矛盾都存在嘛。所以刚刚然后接下来是到了院会走质询啊，一样啊，总质询会联合质询，它倒比较还好。对啊，那难道昨天的越位就说换位质询、代位质询还要再持续下去吗？这情况到底要演多久？所以刚一善讲说哈，我觉得小平讲说他的庄脚有一个放弃国籍的，放弃大陆国籍的，这个就是当邱垂正那个陆委会主委讲说过去没有放弃国籍、大陆国籍的那个个案嘛，你放弃户籍有户籍跟国籍的合作会那不一样啊，所以你到底李珍秀现在是有没有放弃国籍、放弃户籍？这个问题会捅破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微妙的那个纸窗纹。你把它捅破之后，好，你现在变成说参政权是这样，立委到底能不能参政？不，那陆配到底不能参政？哦，立委不行，那还有很多里长是一样的问题耶，里长行不行？那所以到底说是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还是适用国籍法？相关的问题是这样子啊，就说两岸之间很微妙啊。实务上有时候是国与国，有时候又特殊关系，有时候区与区。譬如说五哥是律师嘛，国赔法之前对大陆人士适用本籍人士，后来行政院要把它变成说是外国人士。那接下来面对的情况是这样子啊，你到底是适用哪一个？所以对在野党对国民党来讲，我们是挺制度啦。那你说要挺李珍秀吗？确实，李珍秀不论他开直播或他的相关的在立法院在私底下的答话讲到钟小平，这是开地图炮啊。对政治人物来讲，当然不宜啊，也会影响到蓝白合作。很多白营对小平不满，这是事实。可是你也不能开地图炮啊。你隐喻说他是那个毛小孩啊，毛小孩是比较好听啊。你隐喻他是狗，这当然不妥啊！你怎么骂人家这样？他当然道歉得道歉，一码归一码。李珍秀的立委资格没有问题，在野党国民党挺他，这是挺制度的问题，还有挺两岸特殊关系的问题。你要适用国籍法吗？还是适用两岸人民条例？对在野党认为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是位阶高于国籍法啊。那你行政部门这么坚持的时候，就是一个问题。可是这个是这样子啦，当李珍秀这么表现的时候。接下来，包括白内部也有意见啊。你看江河树也讲说啊，譬如说李珍秀扯到高安的政治现金的问题，虽然他转弯了，他改口也道歉了。那江河市台中市的议员讲说啊，你这样下去，你看你没算啊，我一个挂红湾没算啊，也会有影响嘛。这个也不利于说未来蓝白合的气氛啊。只是说，我也同意大家讲，李珍秀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他可以回归他的专业，譬如说关心譬如说陆配在新著名在台湾的参政权啊，在台湾的待遇这一些都可以有。可是当他的过于聚焦他个人的时候，鬼也逮起龙遭奸气。OK， 这整件事情一路往下延烧，因为刚才明贤的字里行间的意思，建议是说，你们可不可以就不要这么坚持？不让他上质询台，不让他去，是这个意思吗？是，人家都已经这样了，你就让他去，大家就不需要讨论成这样，认定再就干说嘛，脆这个样子啊。那至于他要不要道歉，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可能跟钟小平个人恩怨或者什么这件事情这样，因为中间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民进党委员刘淑彬，在直接问那个国防部长的时候，就直接说，那可不可以那个机密会议，可不可以？因为民众党的新的这些委员都没有参加过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换上来嘛，那时候他们是2月换，然后那时候是1月19左右嘛，所以他就说那可不可以再开一次？如果再开一次，就表示李珍秀是可以参加。国防部长当下的回答是说，万一泄密怎么办？因为那是机密会议，那就是国防所有的机密会议。也就是说，所有这一切接下来会一道菜一道菜的上，那会不会突然之间一时情绪，然后就连包括狗啊什么什么出来？然后这还只是人身攻击的这一段事，好，要不要告？小平说不会告，但是刚才讲的其他那些就不单纯是这样喽。其实我应该是讲说，明贤刚才的回答说，好像是希望啊，民进党啊，我们当家执政，行政院这边是不是可以回归？就不要这么计较这些事啊。对，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没有所谓的计较不计较，就是对跟错而已，可以或不可以啊。那换个角度，我现在比较问明贤一件事的。你们家的人被骂狗
啊，你们家的人没有人跳出来公开谴责，还在立法院里面说，哎，这个民进党怎么样啊？不要怎么一大堆的，明显。今仔日因骂恁斗阵的，骂恁朋友，骂恁兄弟，骂恁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我都有谴责嘛。我说对事不对人，对事制度跟人都要啊。哎，不是，我要提醒哦，提醒钟小平被卡掉了。钟小平，我提醒你，骂人是狗，实务上在法律上有判决，一个人要赔3万块，被一颗罚金35天。钟小平，我提醒你，骂人是狗，实务上在法律上有判决，一个人要赔3万块，被一颗罚金35天。那当然民事求偿没有算在内。那我应该是讲说，今天啊，狗是得罪了你们吗？我们把狗当成自家人，那是好事，当人是好事。但是你把他说这个人是条狗，我攻击故事的，我一直没有办法想说李珍秀，你基本上到底是哪根筋不对？你们万华区难道没有提候选人吗？中正万华是那个一票一票选出来的钟小平当议员，你们万华还有一个叫做吴怡轩，对不对？吴怡轩要选吗？中情万改国民党支持者，你们票要看清楚啊！没有，我补充一下，吴怡轩也骂钟小平是狗过啊，他说他是哈巴狗啊。所以我倒觉得这个事情对徐春英来讲应该是讲说他创了立法院李珍秀创了一个所谓的立法院的3个记录，对不对？这3个记录大家都已经谈过了。那应该讲回来，李珍秀这个事情。国民党还在挺他，我们很不解的啦。真的，你今天如果说真的要回到所谓的国防机密，今天我们的国防部长有回答，要请示召集人要不要开一个所谓的专案会议，秘密专案会议。但如果真的开了，那徐春英可以对不起，李珍秀可以进去。那李珍秀进去了以后呢？请问一下，泄密的话谁要来负责？所以我倒觉得这个部分柯文哲今天把李珍秀放出来，当然合理的怀疑，到底你们跟人家谈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合理的怀疑。但讲回来，今天李珍秀的事情有必要全国现在民调都做出来，不管几趴，其实占大部分2/3以上的人都认为他不适合。可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为什么一直要在挺他？这个让我们匪夷所思的。今天讲到徐春英今天被起诉了。他被起诉的内容是有跟对岸的人要求来改变支持谁，支持民众党，所以我们合理怀疑李珍秀这个东西也是有目的。所以明显我是尴尬，你今天公开谴责，咱攻击故事的，你们国民党有本事啦，你们就全党的立法委员跳出来，怎么可以骂我们台湾的民意代表是狗呢？今天我只要民进党的议员或者是里长或者立委被骂，我们也会跳出来骂。你是对啊，不对？你本来就不够资格，这没有所谓的模糊空间，不要再计较什么要不要再这么的一个坚持不让他上台。我说真的，不可以就不可以。国籍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国籍法本来就很大，是我们台湾一边一国呢。今天中共还在讲9·2共识，你们郑丽文还在讲9·2共识，哪个位阶比较高啊？不要管位阶高不高，现在就是如果照这样，李孝亮如果选上了，难道不用放弃吗？要不要放弃？他如果他选上了台北市议员，不用放弃加拿大国籍，可以来当台北市议员吗？所以我叫将心比心，想我清楚，不管国籍法或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户籍有没有放弃？看起来他是在申请不分区前没放弃，然后国籍在就任后有没有放弃？当然现在有一定的法律程序，但我还是要讲李珍秀没有资格质询台湾行政院的任何官员。那毕竟我们国家跟中国是一边一国，我还是要呼吁啦，不要老是喜欢又要享受中国大陆的一个关怀，跟他的一个所谓的权利，然后又来台湾说，我也是台湾，我尊重台湾，什么临台加台湾蜜临台湾剧，我觉得不要说一套自己做一套，明显摸着良心的。
真的可以让他进国防的秘密委员会去听专案报告吗？我都来讲哪个位阶比较高啊？如果你捅破那个窗，好，你真的一边一国啊，你那么修宪你来盖的话，修宪我们的人数譬如说都没过，怎么行政院当修宪？初改国籍法修的说啊，大陆视我们要修为外籍人士。宪，你们国民党要不要配合啊？你主动提啊，两岸条例它废掉的呵啊，陆委会并到外交部就好了啊。这个两岸条例也是在国民党时代定的。废掉，废掉。哦，OK，我简单补充啊，因为国民党已经失去那个执政党跟两岸之间在法律上的默契。那从2005年开始啊，就进入一个不对等倾斜。2005年之前，我们一年只能卖10部电影给他，他们一年也只能卖10部电影给我们，到今天都是这样子。我们能够出口多少农产品给他，他们可以出多少给我们。到马英九时代，福茂货贸才改变。我们可以一年，甚至是比如说我们有多少人可以过去领台胞证，他们有多少人可以领入台证，是对等的。可是国民党从这几年、这10年是无条件开放。如果我们要中配6改4，那请问台湾人去上海领户籍多久？他们有10改8吗？没有，单方面开放。如果他们可以来我这里当立委的话，我们的人可不可以去他那边选人大？没有，单方面开放。所以对比是中国人任何身份，陆配也好，什么什么移民或者是陆配婚生，他来台湾所享的待遇，应该要对接中国跟台湾，让台湾人民去那边的利益，这才叫对等谈判。过去的国民党是一直都坚持这样子的，一直到阿扁执政之后就放弃了这个论述。当在野党的时候就是无条件开放，当一个政治人物你要无条件开放我们的法律漏洞的时候，请问你换到什么吗？我还是那一句话，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们干嘛做？如果就在商言商的角度，没有好处的地方我干嘛做？我为什么要6改4？我为什么要开放健保？我为什么要开放依亲？我为什么要让明明有国籍争议的人来当台湾的立委 ？OK。来，上公先看一段影片，同时等一下再问，因为什么上公摆在最后？因为钟小平那天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上公坐在他旁边。OK， 那所有这些论述，所以上公你是看着情势一路的发展，然后包括接下来这段影片，这段影片是李正秀在自己在开直播的时候，然后有人说那个地图炮一开，那高虹安是不是真的躺地也中枪吗？那先让你看一下，来。光新竹市市长高虹安一个人就拿了700万，我也是去听庭讯才知道高虹安拿了我们柯文哲700万。无论是外界传闻中Excel 里的500，还是李珍秀所称法院内听到的700，都是子虚乌有，并非事实。至于这些未经查证、恶意诽谤的言论，也希望放话者自重。其实我是应该说在情绪太激动的情况下，把所有的资讯有点混淆了。所以才会给出这么一个数字，所以再一次道歉，非常抱歉。我其实初衷是想要澄清，让国人朋友知道，我们柯文哲创党主席，他所有对党的募款，从来都是用于党务，他没有1分钱进到他的口袋。这是我不管在任何群体、跟任何的支持者或是任何的反对者在质疑的时候，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努力的澄清。但是因为资讯混淆、错误，造成高市长的困扰，我要再一次道歉。来，上公2件事，就是没有人会想到，刚刚阿苗讲说会把柯文哲的政治现金的事情跟高虹安啦、跟李珍秀啊这些全部把它扯在一起，结果他自己开了一个直播，一个地图炮一弄，那高虹安你看第一时间就直接出来讲，但是就算讲，大家一定还是会去爬出相关的一些东西嘛。那这个礼拜4就要宣判。第二个，你当天钟小平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你也在现场，所以这段论述一定后来发展变成了就是骂狗啊，所有这些的东西，你会怎么看？那个当然讲到高虹安的事啊，当然就是我们就要得回去看那个那个起诉书啊、证券啊，好，当然里面有一个500万用途高虹安，一个200万用途高虹安成晚上面晚会2个字，好，晚会2个字。那当然500加200刚好700。当然500加200刚好700。但高虹安的选举里面申报的政治现金来自于民众党的只有300，300。那高虹安就出来反击啊，说不管一个 sale 的500嘛，哈，指的就是那个500嘛，哈，或是什么，并没有那个钱嘛，哈。当然你就看到，这个李
李珍秀一讲话，这个小草啦、民进党啦、民众党内啦、高安啦，全部都跳起来。因为很简单一件事，里面700，一个 sale 700，这些证人全部被叫去问过的哦。好，700，没有进党中央，党中央出了300。那假设高虹安说的对，那请问你这700到哪去了？他不是说没有1毛钱进口袋吗？那这700万跑哪里去了？他又告诉我们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哦，原来高虹安本来都还没有去查高虹安拿多少钱嘛。那个你一讲政治现金一查，哦，原来民众党300万，那这700没有入账跑到哪里去？第一个，你李珍秀是不是制造柯文哲的麻烦？这700跑到哪里去了？然后原来是这样，原来出去募款，柯文哲出去募款是，这个要帮那个高虹安的，结果没有进去，结果是党中央又拨300给他，哇，那真赚真赚募的时候是说，后面那个什么邱什么林嘛哈，执行人嘛哈，经手人嘛。上面用途高虹安嘛，结果没有用在高虹安身上嘛，结果是党中央拨出去300万嘛，那奇怪嘞，那大家就要问呢，你募款是用高虹安的名字募了以后钱没过去，64拆了钱没过去嘛，不是他是用民众党，他连64都没有，民众党过去700万没有进党，高虹安刚是说没有，没有，对啊，完全没有收到，所以你说李珍秀是不是？帮柯文哲惹麻烦，然后呢，基本上，政治现金上面民众党300万那个高虹安里面也没有，上面也没有写柯文哲多少钱啊，大家就在想，第一个，你是不是拿了没说，私底下拿的，柯文哲真的有给你，就各种可能性，高虹安要选举的人呢，对啊，是不是？你有没有拿？你拿了，然后没有对外说。等等，你说一下子要选的人，然后另外一个要判的人，你要他们2个人怎么说？选的人说我没有啊，只有300，现在就回过头来，柯文哲讲清楚，他只有300，还是民众党给的？那这700跑到哪里去了？你说李珍秀是不是个250嘛？700，一个要选举，700，不是250，现在不要算那么，一个要选举，一个。要被判，然后这时候你讲这个，然后要被判了，林炳文又死了，大家又在88会馆，柯文哲去过，你看柯文哲已经很倒霉了，你还要站一脚，好，当然你说钟小平那种事情，然后他因为李正秀过去就说我没办法放弃嘛，就不让我放弃，钟小平就说他的陆配庄脚有放弃国籍啊，拿台胞证啊，应该是户籍的，没有国籍，邱垂正就说没有啊。确实有，邱垂正可能要去查资料。然后捅破了那一张纸嘛。原来是可以的嘛，跳起来了嘛。那最简单的一件事嘛。我们有看过一张表格，叫做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申请表，有没有看过这个表？不能放弃会有这个表。如果各位还记得。李珍秀有没有秀出来那一张表？然后那个真，对，就是填的内容被大家讨论很多嘛。中文名字那个真，注意去看哦，放大看哦，还有图立可排，再写上去。然后请你依据你的证件填英文名字，他把英文名字李珍秀拆开来 ，middle name 他写真，那种表格公安部能收吗？公安能收吗？如果公安不能收，那就是大笑话。而且还跟他的那个入台证的英文名字还不一样。那请问你有那个表格，不能放弃。那为什么会有那个表格？明显刚举的就是他们一直拿那个陆委会邱垂正讲说那个几乎，因为他讲好几次，对，讲那一段。然后现在就会变成那李珍秀反正就讲说没有啊，你造成所有陆配的困扰。那他就跳起来了，他就那个谁的真传嘛，就是告诉他你不要讲你要代表陆配嘛，这柯文哲跟他讲的嘛。好，然后现在什么事情他都讲陆配嘛。那陆配
啊，这个是刚才那个直播主开轰那个李珍秀在讲那个700万的事。然后你现在讲到这样，然后你一面又搞得什么陆配第2代跟你呛香，然后你又跟人家说2等公民了，难道只能在基层吗？哪能怎么样吗？怎么样吗？然后你注意看，过去认为不适任的民调，其实李珍秀只有5成多，现在一路拉到7成了。啊，为什么会拉到7成？啊，你就是一个陆配，适不适合当立委？其实问题很简单嘛。那为什么会往上走？这关系到你李珍秀的表现啊。就刚才说拿那一张表错误百出，然后助理跟你说提案共识案，你写共识案，共识有你俩我没有共识，共识觉的共识。然后今天堂而皇之骂人家狗，然后柯文哲最自傲，我们是精英政党，我们学历都很高。那请问你一下，精英政党学历高，如何看待李珍秀？如何看待李珍秀？所以李珍秀的表现会不会变成反而是民众党的包袱？因为大家的反感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另外一件就是说，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刘书斌不是6个新立委啊？刘书斌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党团跟我们报告一下，好不好？我们6个新立委。刘书斌，我跟你讲一句话，当天1月19号开那个机密会议，你也没去，去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黄国昌，一个是林义君。林义君本身就是外交国防委员会的，你自己都不去嘞，那现在要大家来对啊，要去党团哦，要去党团哦，所以顾立雄才会回一句话嘛，你可以请赵伟排一次机密会议嘛，那机密会议那就很简单嘛，就比照上一次发给大家看的全部回收，希望不要又有人带出去而已嘛，不对，你现在带出去那个法律责任到底有没有违法还不知道哦，因为根据楼梯交叉空间监视器，那里面有30秒，有很多时间停滞在那边没有出现，又要柯南不是，那30秒手机可以拍完，你要算了，所以你要说，经过上次顾立雄因为我要去，那李珍秀来怎么办？开机密会议，我跟你讲，就算开机密会议，李珍秀要进去，那能不能挡他进去？他就会出现，你能不能挡他进去？或者国防部长他们就不进去？不是啊，国防部长进去了，然后李珍秀后面进来就好啦，他就不讲了他就不发资料。你资料发不发，那没关系啊。他把同党的资料拿来看呢，机密资料啊，同党进去他看同党的可不可以？一样看得到啊。只不过我不用收不用缴啊。但同党，比如说了刘差斌就说，这是机密资料，你看一下，你没有领到，我给你看，会是怎么样？不，这些事情都是大家讲说，在未来立法院会不会都会发生很多这样的这些事情？好，那到底要怎么样解决？可是对柯文哲来讲的话，大概礼拜4。后天的那个判决才是最重要的一块吧 ？Thank you。这件事情好，第一个，民众党要开国际记者会，3/6那天，所以未来那个当然跟判决的结果，可能跟国际记者会这些都会有关系。然后柯文哲今天也在抱怨说，为什么没有直播？为什么不直播？让全民来公审啊，没关系啊，让大家来看啊。他会这么渴望用这样一些的方式去做这些吗？刚刚讲到，连开一个地图报也把他要扯进去这些。当然呢，对陈佩琪女士去东京要参加这毕业典礼，那柯文哲没有办法去，所以他就带他的照片去，就变成这样。带照片，你没有看那个吗？这边来一次有没有？有照片太小张了，他说要带去天南门，柯文哲，他说他没有办法去啊，所以他就带他的照片去啊。一个政治巨星的陨落啦，你不能说是新秀了，因为毕竟也10年了啦。那2014开始，他从号称蓝绿样烂，然后什么被5院围剿，10任中央国民党完全执政，然后绿白合作选上台北市长，在我认为是4大运的时候达到声望的高峰，
但也是从那一场之后，可能转念一想，要为自己跟后代留下什么，然后他就开始大量的留下，在这个留下的过程里面，训练了一群禁卫军，他们现在过中元节很困扰，哇，那个民众党拜拜猪，前面那只猪公不能咬橘子，橘子成为整个党的禁语，然后开始呢。被人家一一的破解，以前说什么东西都交换，不能交换的叫核心利益，后来发现他唯一不能交换的就是金钱的数量。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陈佩琪第二次竞选连任到下来，还有选上总统，一路啊，他曾经带给台湾政治选上总统候选人这个位置，那个不用选，那个也是要缴100万的呢。好，那结束之后。快速的下滑，从在他家门口，陈佩琪站在门口，刚否认完他有去看房子，谁说我有去看房子？然后马上被记者堵破，说你老公刚刚讲的，他叫哈哈，我帮小孩子看，被人家看清楚这一家人的不好意思嘴脸。政治有很多种方法。其实柯文哲从一开始我们就讲，他是走一个是比较集权、中央集权式的这种民粹主义。所以，如果柯文哲崩，如果这家人崩，民众党会崩得很快。黄国昌最近不太出现在舞台上面了，除了可能在准备他的中外记者会之外啊，他当然也要规划他的下一站啊，因为毕竟这个他蛮会选呐，蛮厉害的啦，就去到哪里就被爆破，所以纷纷出逃的情况下，民众党就又回到那个快速陨落的。其实这一次。在新的世代，在网络的世代，要站到一个蛮好的切入点。他本来可以用不一样的角度制衡台湾的政局，可是他选择的方式是最快的时间成为小蓝，黄国昌跟傅昆萁model，最快的时间把自己陷入贪污案，在总统大选结束之后，然后在最快的时间把自己所谓的科学、理性、务实跟法律专业全部都丢掉。在总统大选结束之后，然后在最快的时间把自己所谓的科学、理性、务实跟法律专业全部都丢掉，他的公开透明，那个利益良善、心存善念、尽力而为，把所有柯 P 语录一句一句自己手撕毁，哪里还有公开透明？你们跟傅昆萁在瞧那个最后一个案子是什么时候的？哪有公开透明？哪有科学理性？你民调61.8%，不希望李珍秀当立委，你们继续坚持这样，哪有科学理性？哪有务实？在每一次应该要在法院里面据理力争，该认罪，想办法寻求最低刑度都不要，都很怕说不能够判出世界纪录，一直冲撞，冲到还带人包北检，那人家想不重判你都很困难，都不知道你到底是找了这个律师是在帮你还是害你，我真的是满头问号。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明天终于是一个段落了啦，但是这个段落后天终于是，你觉得这个段落是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判完以后，我觉得这个叫为什么必为什么为寇必缺哦，还是什么？就是把它围起来之后，还是要给个地方呼吸嘛，避免它会狗急跳墙啊。为师必缺啦，就是已经把它包围到角落了，要有一个洞让它让它呼吸，所以。不然的话，它会变成是民众党做最后的挣扎，会造成社会上很大的纷乱呐。你觉得会纷乱吗？如果他们觉得已经没救了，他一定乱呐。但是如果他还有，比如2-3成的空间，他们大概就是维持现在这个基调的可能立法院叫一叫，然后社会面叫一叫，县市首长候选人叫一叫，这个阶段是还可以承受的，在民主政治必然的范围。可是如果真的把它包到底的时候我认为柯文哲会不顾一切因为他们当时2024的时候选就叫什么奋不顾身，什么义无反顾拼一次嘛。如果他带着他的职责义无反顾拼一次，虽然已经数量减少了，可是怎么样都是没有意义的浪费社会资源。所以我觉得就像仙女棒一样吧，看他最后燃烧的身影，然后
让我们怀念曾经有一位这样子的政治星星。那这2天对国民党来讲的话，是不是也算多事之秋？因为包括马英九基金会，然后包括他们的前执行长萧旭晨，现在是国民党的副主席，然后这整件事情在昨天的时候，观众朋友大家在新闻都看到，那马英九基金会突然发了一个声明，然后讲说整件事情要移送司法调查。阿淼。是，本来前面大家好啦，你说传闻非常多，当然今天也看到周刊有报一些当天处理的一些内幕，可是当昨天看到是基金会直接发了一个要移送司法调查，这整件事情看起来就不像当初一开始因为大家就讲说算了，这件事情就自己内部的一些事儿。可是当然萧旭晨也告诉你说他绝对经得考验，他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一些事，但是人家当移送以后，这整件想象空间就大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在最近10年来政治一直娱乐化之后，非常难得一见的高级的宫廷政治斗争这真的是又梦回2013年马王政争那个时候就是说当时对马王政争来说，当然一方面他真的确实是毁宪乱政嘛，检察总长泄密拿着监听国会议长的资料跑到总统家里面去，然后总统呢要出手拔掉国会议长，还是趁着国会议长嫁女儿出国的时候那个剧情是夸张至今真的是还是震撼那但是在那一段里面，后面就有个故事嘛，就是说当时马英九的绝对核心金溥聪他被派到美国去驻美嘛。那派到美国去驻美之后，马英九身边的核心就有一些。如果我们看小说的话啦，就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可能笔法会写成比较坚硬型的人物就把他接近了然后呢，这个马王政争出来之后，后面有一些传闻说什么金溥聪非常震怒，说怎么会搞出这种事情？你旁边这些亲信怎么会让马英九做这种昏庸的事情？之后回来一出手之后，旁边有人被除掉了，黯然离开总统府嘛。那你看现在。再重新看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的时候，你真的感受到说，虽然2013到现在过了10几年了，但是那个政治这把刀一出手切割的那个精准度，其实完全都还是在。首先第一纸声明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这很厉害，这真的很会写。这个是一个马英九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马英九发布声明嘛，然后找戴霞玲担任新的执行长然后后面呢，夸他一段说人品端正、操守清廉。一般来讲如果是人事的变更，写到这一段可以了，对不对？那顶多再加下一段说，前任的执行长某某某这个劳苦功高再把它稍微简单的肯定一下嘛。但是后面你看这第2段，笔锋一转非常尖锐前执行长萧旭晨跟前员工王光慈。未来他们2人的个人言论跟行为均不能代表本会跟马英九前总统，这一刀就深了嘛。哪有人说前面先夸一段，后面突然说这2个人以后跟我扛 K 奶没关系了，大家就会自然去想那你前面写说戴霞玲人品端正、操守清廉，这个在写什么？这一段又在写什么？那这个出来之后，当然最尴尬的是萧旭晨，因为。他在这个马英九前总统第2任的尾声，以及在他卸任总统之后，是绝对核心嘛。基金会的执行长总统府副秘书长，然后一路以来，大家最近几年看到新闻，不管是马去中国，还是马英九基金会带中国人来台湾，后面站的永远都是萧旭晨嘛。一个绝对核心，突然一个这么锐利的新闻稿出来了，大家。其实你也不用参与政治，你都知道这背后有故事嘛。那这个有故事，萧旭晨虽尴尬，但是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他还不想跟马英九撕破脸，所以他对外都说谢谢马英九栽培怎么样怎么样，外界勿过度联想这些。但厉害的是呢，昨天郑丽文竟然加码，我觉得问题是出在郑丽文加码，他去上一个节目，然后突然开始什么贼人小人不能给他得逞虽然欲盖弥彰还是扯了一些什么民进党怎么样，可是他已经指出了是马英九身边的人嘛，马英九身边怎么会有民进党的人？他们想也知道，他讲的就是马英九现在身边的绝对亲信嘛。那
郑丽文这一加码，他等于是出拳哦，因为他已经讲到说是贼人了嘛，讲到这份上了嘛。那所以后来在他上完专访傍晚，马英九基金会第二个声明出来，受伤又是萧旭晨。因为那次声明出来说啊，针对呢近日啊怎么样报道啊，基金会人士啊，我本来还以为我读前面以为后面说他要提告媒体啊，结果没有是说基金会的财政纪律仪式要送交司法调查。天哪，这要调查谁？现在离开马英九基金会的不就是萧旭晨跟王光慈这两个人吗？那被送司法调查不就是调查这两个人吗？所以你看郑丽文他收了萧旭晨当国民党的副主席，那我不知道背后是不是这方面出事了，因为照理来说一个政治幕僚最忌讳有两个老板，一般来讲是这样子。你如果要换老板，你就是要很明确的你换老板嘛。那他收了萧旭晨当副主席，萧旭晨已经受伤了，你没帮他止血，你上专访在讲话的时候又害萧旭晨再失血，而且这一次失血是严重了，因为今天所谓的报道一出来之后，里面讲的更多的内幕是，原来马英九从头到尾都知情，里面有一段呢，我看了觉得特别大开眼界，因为那个是宫廷政治啦，像我们小党是不会有。他说，在这个会议室里边，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马前总统走出他的办公室，进到会议室，然后呢不发一语，在听金溥聪讲话，听完之后不发一语离开。哇，这个比那个过年的时候大家在追那个宫廷剧一样精彩哦！大家所有人在滴血验亲，然后冲突到了最高点的时候，皇上走进来，然后就不发一语，只听皇后讲啊，皇后就指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皇上听完走了，那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了嘛？那周刊为什么描述这一段？其实重点就在于说，他要表示这背后是马英九受益的，而且他还加了一段，我觉得对于萧旭晨非常伤。他说啊，是因为马英九认为有人打着马办的旗帜，在中国做一些事情。那当然，他写了一些事情，点到为止，没写是什么事情。可是这样事情一写出来之后，突然跟公共利益有关啦。因为如果马英九基金会他自己这个报账啊、财务有什么问题，那是基金会的事嘛。可是突然说，如果有人打着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前总统的名义，在中国做一些事，可是突然说，如果有人打着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前总统的名义，在中国做一些事，他突然就跟我们全国国人都有关系。现在送司法调查，那到时候马英九基金会会提供多少资料？调查出来要公布多少事情？现在变成一把剑悬在萧旭晨头上，所以我觉得这时候萧旭晨啊，真的应该要跟他的新老板郑丽文沟通一下，因为如果郑丽文他又上专访，继续再讲啊这个贼人怎么样，我觉得不会让他得逞什么的后面那个整个越爆越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可以看到金老师的厉害了。上公周刊里面所报道一些，因为上公大概对国内很多的一些事情都了解非常多。这个周刊报道那里头，跟你所知道那些过程，是不是大概8、9不离10？有没有这个样？那这里头，刚才阿苗是讲说，因为郑丽文主席跑去上一个专访，讲了贼人跟什么有心人士，什么什么这些，然后讲说以前马英九身边的那些人，然后就是造成国民党伤害，类似这些。然后到了下午，因为你要把时间序排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跟阿苗讲说，在会议室他们去处理的事是2月份的事，国民党发第一篇声明的时候是3月16号的事，到了昨天是3月23，一个礼拜以后，然后刚巧是郑丽文先去接受了访问，下午的时候大概快黄昏吧，然后这篇就出来了。跟郑丽文去专访讲到贼人啊什么什么这些有任何关系吗？或多或少有一点啦，因为讲到了那一天在马英九文教基金会发生的事是2月25号嘛，马英九文教基金会开工那一天嘛，大概状况差不多啦，可能要比描述中更为精彩一点啦，描述中更为精彩一点。
那个对峙的状况，拉扯的状况，应该场面没有那么单纯场面没有那么单纯，可能不仅一个水户，可能两三个水户都参战了啊。当然，你那个场景其实差不多啦，但之前事实上知道的是，先有跟马英九谈过了，过年前啦，然后在里面有人问了一句话，就说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公文？然后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公文？那除了马英九底下里面就3、4个人，然后就一间办公室，然后公文，那个抄送一下，李明显，你去会一下洪建义，洪建义交给苗博雅，签完再给我。就这么几个人，所以他们经常是口头说完就执行了。那里面你有特别提到一句话，萧旭成说的，我都有跟马英九报告过，重点在这一句话。到最后里面，我相信一件事，基金会不会把全部的东西拿出来啦。我很敢肯定这样讲啊。我很敢肯定这样讲啊，因为里面所谓的在大陆做了一些事情，什么事，其实马英九是片面听人家讲的。马英九片面听的嘛，然后听完才会有那个授权书嘛。那高华柱为什么到最后代理执行长他辞职他不干？他就说过事情到此为止，到此为止。那就是有人不松手嘛，说要找媒体、找杂志要搞那2个人嘛，就萧旭成跟王光慈嘛，就要讲这2个人怎么样嘛。所以高华柱是主张到此为止，就25号那天处理完到此为止，包括马英九家人都认为到此为止到此为止那你到最后还是要硬干。请问你财政纪律这4个字用得很神奇吧？财政纪律不一定违法财政纪律可能是行政上面的问题当财政纪律要送那一个司法单位的话，那就很复杂了。那就很复杂了。基本上，如果要告，我只跟马英九基金会有种说，明的、暗的、私的全部拿出来，你敢不敢？就只有这一句话，明的、暗的、私的拿出来，不要到最后搞了半天还有一个 Excel 档。你不要乱影射了。没有，我说搞不好会不会有啊？超译了啊！Excel 是柯文哲才会有真的哈他们办公室不用了。明的、暗的什么的，那种全部拿出来。北检在办柯文哲案的时候，一个 Excel 档里面所有人全部有捐款的人，所有人全部都叫出来问，全部都叫出来问。我只能说，那个 Excel 档有捐款的人都没有进党中央的账户都没有进党中央的账户为什么大家一直说要保护好马英九？我请问你，马英九要不要出庭嘛？到最后说我跟马英九报告过，马英九要不要出庭？有。马英九出庭，马英九的状况大家都会知道。你讲什么，你说什么，你怎么样？这已经失去家人里面跟他们说的保护马英九可是上公刚特别提到，所以跟上午访问说讲到马英九身边什么贼人呢？尤其用那些字眼，你想一下嘛。你说贼人听到这些字眼的时候，你要回顾到2023年，很多事情都是2023年发生的。当初郑丽文有没有说该认输就要认输？侯友宜就是下来当副的，金溥聪没什么用什么，郑丽文有没有讲过？有讲过吧？所以他的贼人金溥聪上节目怎么回这一段的？我因为记不得了。他上面怎么讲的？后面金主是谁？里面打的是什么算盘？都不是我讲的他说媒体都有报但我也知道这些事情。这一段话是在回应郑丽文讲的话，就说要认输怎么样？
这里面讲的。然后金溥聪也没有点名，脓包就是要挤出来。当天要上节目讲的。两边对干了，不是吗？那现在郑丽文他进去要处理萧旭晨跟王宏成，你郑丽文又帮萧旭晨讲话，你说这不是雪上加霜吗？那再讲一个，当初侯友宜里面不是媒体突然冒出一个金溥聪要去当执行长，马办里面有人直接打了一通电话出去。应该是党中央某人直接质问，你们到底什么意思？你们这样做到底要干什么？质问，打到侯办吗？应该是党中央，直接打去质问，说就是金溥聪进侯办的事，你们这个是要干什么？你们这样做是目的是什么？怎么样？听说打电话那个好像就是萧，你说政坛上这些话不会流转吗？确定吗？打给党中央最顶楼的。OK， 好，这些事情好，没有人指明说贼人是谁或什么，可是所有的这一些呢，恩恩怨怨会闹到现在这个样子。来，明先等一下，你一次回应。除了刚这一趴以外，来，大家都习惯用政协会不是吗？是，国民党突然讲说，党中央媒体上报说，国民党中央说不要再用政协会。国民党突然讲说，党中央媒体上报说，国民党中央说不要再用政协会，那国民党要用附录交流，附录交流，附录对，就到中国大陆去交流啊，附录交流，对，你有没有中信啊？你有没有收到这个？没有啊，我没收到。这媒体上报道的媒体上有这个，对，有，对啊，那为什么不能用政协会？改称习政会？对啊，因为政协会人亡，所以不能叫政协会。其实政协会这个部分，当然在他们国民党党内，很多人都希望政协会不要成型，或者在今年度不要成型。就算要成型，也尽量的往年初成型，不要影响到年底。毕竟郑丽文，甚至于说，刚才我们俗称的萧旭晨等等，很多的他们国民党现在的中心人物、核心人物，都认为政协会本身会帮地方诸侯或者是议员选举是加分，大加分，大加分。他们认为大加分，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个林涛跟牛许勤都认为不建议靠近中国太近。其实某部分在国民党里面已经分了两派的意见。那郑丽文当然说政协会，其实他某部分他自己知道，政协会是他心目中的一个目标。他希望政协会让他可以在台湾在那个历史定位上面有一个记录，但是他也明知道政协会其实对地方首长选举不见得是加分，所以他今天说禁用政协会，无非是想要淡化那个政协会的那个重要性，但他又想要有历史定位。那讲回来，为什么附录交流感觉起来好像比较文雅一点，比较有水准一点，不要说政协会感觉比较政治性比较重。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像刚才所讲的那个马英九任内的什么，我觉得一个人事异动有需要搞到3个周刊每一个礼拜报3个礼拜嘛。那这个东西就感觉就是郑丽文一直在宣战，不管他党内或者是党外，他只对中国大陆友好。连感觉起来，金老师如同刚才上公讲，金老师跟他的面是从2023，所以郑丽文现在到处点火。他也不管党内团不团结。那至于说他说附录交流，我觉得啦，换汤不换药啦。那说真的，民众不接受跟中国太近，这也是民众的一个台湾所有全国民众的一个共识。那只有他自己满心开心的欢喜说：“哦，我要政协会了，我要政协会了。”
我是觉得典型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钞票那样子。所以郑丽文郑主席换什么名称都一样，你党内茶壶里面的风暴搞不定，大家意见不一样，你又到处煽风点火，到处去打仗，这样对国民党来讲，我觉得不见得是好事。来，明贤直接回应一下，刚才讲说那个就是马英九基金会，然后包括附录交流。我先讲了，我跟建议议员，我们在议会同事，我们立场绝对不一样，他很多两岸立场跟我不一样。我会形容说，建议议员是我立场不一样的人呐，我不会形容他是贼人呐，贼人老让贼人拍天。那个词一讲出来，大家就很难不好啦，我觉得太负面了啦。就说有一些立场或想法或相左人，那是就是不，我觉得还不应该用到贼人呐。贼人比狗好一点啊，我都不宜啦。像我跟你立场不讲，我你会怎么形容洪建义？立场不同的人呢？就这样子，不敢扁的呀，就是这样就好了。那附录交流是这样的，我觉得说政协会不必急于一时啊，也不是说像建议公啊，为了成就主席个人他的历史定位有什么，也不是卸任啊，是公啊写回忆录来成就个人历史定位，没有为会而会啦。不要说为了政协会啊，为了会而会，为了成就什么，或成就个人，你真的有议题或者两岸要堆叠善意没问题啊，堆叠你要怎么堆叠都可以啊，小堆叠、大堆叠，或者说那所以。你不论台湾内部多数的民调，或你包括联合报民调，多数是支持两岸要交流的，堆叠善意，这个大家都支持的啊。为了要会什么会，那个不急于一时啦，也不急于。所以我目前知道的是，两党主席，你要叫总书记嘛，我叫主席嘛，就说政协会啦，你管他政协或行政会，不要用政协会，附录交流。我觉得这个呢，第一个就是说八字还没有一撇，那对岸是欢迎说我们这边持续交流，也欢迎主席过去访。可是到底有没有两党高层的会面，有没有政协或行政会，八字没有一撇了。所以现在讲太多，我觉得民党也不用去讲那一些见缝插针了，持续堆叠交流啊，那名称不重要，就说两岸持续会面下去。那至于说马办的相关的声明是这样子啦，这个还是。名称不重要，你们党中央干嘛要改名称？没有，我觉得媒体的报道有时候跟事实有出入了。第二个，财政纪律是这样，财政纪律量，比如说我出来录影啊，这是我的钱啊，我需要回去上缴给我太太吗？不用啊，可是我太太认为我没有财政纪律嘛，跟上公一样啊，不用吗？抽屉里面拿开来不是一次给的多不要乱讲。譬如说王瑞德所有的通告会回去交给他老婆，他叫有财政纪律吗？上公没有交给他老婆，叫有没有财政纪律？我觉得这个相关的声明对旭晨我觉得不公平啊，所以旭晨有特别提，旭晨都是大家认识的好朋友嘛，就说你用匿名报道说什么，就是说他去大陆做一些事情。这个是不负责任呐，我觉得这个这真的是有点讲过头了。马英九基金会负责很多两岸的学术交流，譬如说青年学子去大陆交流，这一些相关，你说马总统到底知不知道相关基金会的事情？这一些还有第二个就是他领的薪水太高或者马英九有解释啊，那个旭晨有解释啊，他是不低于说当初他的职务嘛，所以他的薪水这一些。到底是什么叫涉及到财政纪律？这一些礼拜五马英九基金会会开董事会，我觉得这些要讲清楚，不能说因为用这些财政纪律或什么说又或一些匿名的报道，这些我觉得对当事人，包括对旭晨或对马英九都不公平。医生，请问一下，如果要是真的有报道讲说大家不要用什么政协会，就用附录交流，这表示如果会有提出像这样的话，假设这是真的。那就表示知道这可能会对于选战或者什么，或者会有一些影响啊。不，明显是归明显讲啦，我们要相信郑丽文啊，郑丽文讲是选举大力多啊，政协会是选举大力多，他到前阵子还在讲他说明明我要推广和平，你们为什么说不是选举大力多？就是选举大力多，而且不要说八字没一撇，他多有信心啊！他说政协会比川协会的变数还要少，机会还要大。那川协会现在引申的就是伊朗的问题嘛？伊朗的变数多啊！你看郑协会郑丽文多有信心，觉得说他比川协会更早见面甚至传出更早见面嘛？甚至说我的变数比较少，我会跟习近平见面。第二个，你说附录交流每天都在交流中国国民党哪一天不去中国大陆的包含这立法委员不是天天，不要说天天前阵子不是才去吗？这些如果要见到，重点是对等嘛。那你郑丽文如果去，
拜托好不好？都那个副主席都已经见到王沪宁了，那你不见到习近平见谁？所以你如果郑丽文代表国民党赴陆交流，那不就是见习近平，就是郑习会嘛？搞这些名词干什么？赴陆交流，那不就是见习近平，就是郑习会嘛？搞这些名词干什么？重点是你要不要见得到见不到，对选举是不是利多的评估嘛？而时间点我直接讲啦，你会比川习会的变数，因为川习会的变数就会叠加在郑习会的变数嘛，因为郑习会一定会在川习会之后嘛，所以川习什么时候见面，当然跟所谓的伊朗的战争有关系嘛。所以我们回到伊朗战争啊，美伊到底什么时候打完，当然会牵涉到川习会的进度，所以美伊啊，昨天大家很开心啦。一下子啊，川普写了这个S 里面写了这个发文之后，马上啊台股涨了1200点的，开玩笑，所有放空的人全部被嘎掉了哦。所以这个啊，川普只是延迟轰炸伊朗电网5天啊，油价暴跌，美期指暴涨啊。那但是今天台指其实没涨很多，为什么？大家还是有疑虑嘛。最后收盘的时候是跌100点，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官媒火速打脸川普啊，说没有这回事，我们没有要跟你谈。而且前2天伊朗才大规模的这个相关的轰炸才进行当中嘛，包含刚刚讲到的电网的攻击也好，所以包含德黑兰整个的大停电，伊朗革命卫队还打算要报复清单都出来嘛，所以为什么今天的股市不涨？就是川普做多啊，伊朗做空啊，所以这两边的说法不一样。但是在录影的当下，有一个最新的消息，这个是以色列的消息。我们都知道，最坚持所谓的在战争的情势往后拖的变因就是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的官媒竟然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川普说只是延迟轰炸伊朗电网5天，因为他跟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共同来谈判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这个对口就是外交部长，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跟美国的特使啊，他们已经要推动所谓的谈判，而这个谈判呢是这个穆吉塔巴，就是这个所谓的伊朗最新的最高领袖也同意的情况下，要推动这个相关的谈判。所以昨天川普这个发文是不是正确？我至少在目前录影的时候，以色列的报道说这件事情是真的，而且以色列的那个伊朗的外交部长也证实了说，他已经获得莫杰塔巴的这相关的授权，来跟美国的这个特使来进行相关的谈判。OK， 美伊到底什么时候这个能够落幕？全球大家都会关心。那因为这牵扯到包括全球的能源啦、油价啦、天然气啦，所有这些。那如果讲到这的话，明姐对于赖总统最近的发言，然后国民党一直有很多人出来说要民进党道歉，因为核能政策有没有变化或者什么这些，然后你们是怎么主张？对，民进党当然他政策转弯，第一个他。现在你觉得他政策转弯了？当然政策转弯啊，这不是什么这叫什么政策转？去年核管法在修法的时候，民党51席全部都反对。过去争执这么多年来，以核电政策，包括核四整个停建了所有的成本，社会成本，有媒体估算超过3000多亿哦，这些要怎么去处理？所以当你政策转弯的时候，很多人被甩尾啦。等下阿苗也要讲一讲，被甩尾的时候，你要不要转弯过来？很多县市首长，包括你过去啊，包括你参选台中市的很多，还有。他们讲过核废料没有处理的话，你怎么重启核电？你不要拿未来的说 SMR 未来新核能那个新核能技术，那些根本还没有处理到啊。所以当赖清德转弯的时候，很多人没有跟上啊。我觉得这是问题。第一个道歉是最基本的，那社会成本代价怎么去处理？建议委员也提到啊，就是说过去民党常常讲，你核废料放你家好不好？放我家好不好？只要用这一个，我就说。民党不只要道歉而已啦，转弯的摔了很多人，现在大家转弯到话都不会讲了啦。OK， 那你既然直接点名阿苗，来阿苗要不要直接回？我觉得看到现在的状况啊，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是赖总统继中选会人事案之后又一次失败的朝野和解的尝试。因为现在政治很分裂嘛，对不对？蓝绿民众有那种感觉说，蓝绿双方好像不管怎么样都争执不休，不能有个共识。那蛮多民众他是期待说，朝野是不是可以有一点和解，有一点合作？那之前第一个尝试是中选会人事嘛，
当时赖总统他就分享他的中选会的提名权，找了蓝的，找了白的推荐人选，他跟绿的一起提名提过去嘛。那他提名的这个主委游英龙，其实绿营内部很多人有意见啊，很多绿委说这同意票投不下去啊。当时这个赖总统还说，这个要一致投票，全部都要投同意嘛。他用他党主席的这个要求全部绿委连蓝白的人都投同意了嘛。那结果是蓝营在投票的时候就直接把绿营提出来全封杀，只通过自己推荐的人嘛。那无疑的这个橄榄枝被打一巴掌嘛。那现在他在抛这个核能，他所谓的评估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它有一个政治意义是，他表态说，虽然绿营一定很多人不能接受，但是我接受你蓝白强烈的意见嘛。虽然去年的公投他没有通过，但是投出来是3:1这样的比数，所以他在去年我记得他公投完，他开的记者会的时候，他就讲嘛，所谓的3条件，核安无虞、核废有解跟社会共识，他要怎么样？那他去提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绿营的支持者来说，其实这确实很伤的。因为绿营支持者呢，他的特性就是你不可能要求他不明不白的时候就无条件接受你的一切决定，这是绿营支持者的特性哦。在去年，我记得他公投完，他开的记者会的时候，他就讲嘛，所谓的3条件，核安无虞、核废有解跟社会共识，他要怎么样？那他去提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绿营的支持者来说，其实这确实很伤的。因为绿营支持者呢，他的特性就是你不可能要求他不明不白的时候就无条件接受你的一切决定，这是绿营支持者的特性哦。绿营支持者会要求说，你要有一个交代，你要有论述，你要说明，不然这么长期以来的主张，怎么现在感觉上政策不如绿营支持者所期待？可是反过来想，这就是他在对蓝白表示说，你的诉求其实我也愿意按照你的诉求去做这个评估嘛。但现在整体的社会氛围看来，蓝营是完全不领情的，白的也是完全不领情，所以他又让自己陷入了一个绿营也骂，然后蓝白继续骂的这样子的情况。那当然，我觉得要朝野和解，这是民众的期待，所以他往这方面尝试，他这愿意尝试的这一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在政治上面，他试图化解僵局啊。但是未来在论述上面，真的需要加强，因为说实在的，我反对核3研议，理由也很简单，就是核废无解嘛，核安有疑问嘛。那这2个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的客观的科学证据来说核废有什么解答，或者是核安有什么样的这个确保，所以他要能够先去面对他的支持者这样子的问题，先安内，后续才是说他能够递出这个橄榄枝跟蓝白，试图在政治上，因为我认为啦，现在不管是任何议题在立法院都变僵局，连民意高度共识的军购竟然也变成僵局。那也许赖总统他的想象当中，也许是觉得说，那如果说他愿意在这方面给蓝白一些让步，那是不是军购跟总预算，蓝白也可以为了国家继续往前进？但很可惜，他的这个尝试到目前为止，也是因为蓝白不领情，所以也还是没有成功了。那之后在什么议题上面，我是认为说应该要更谨慎，因为政治毕竟还是讲求你要讲道理。那你讲的道理，如果连自己的支持者都听不懂、听不清楚，或是不能接受的话，那你更难说我要再去跟对面的这个对手做沟通。OK， 但建议我们回到一个大前提，民进党的整个核能政策有转弯、有改变吗？因为包括昨天王一川委员，包括你听到媒体上庄瑞雄委员讲，就没有改变啊，哪有什么改变？那赖总统是重申的几个原则，可是你看到包括蓝营跟白营，甚或阿苗刚才的字里行间，似乎感觉上也有一些的改变，只是阿苗的解读是觉得说，这某种程度是要递橄榄枝嘛，希望用这个来看跟蓝白之间有没有一个朝野之间能够有一个转换的一个空间。你觉得你们的核能政策变了吗？没有改变啊，非核家园嘛。
因为我听我把它论述完嘛，就很简单，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嘛，这是一个前提。这3个条件，凭良心讲，以现阶段来讲，完全不太有可能100%过。那也就是说，换一个角度，今天我们未来要面对的所谓的科技业所有用电量，这个部分我们要不要提前去面对？要。但现在有没有可能在研发没有核废料的核电？好像也有人在研发了，只是到现在的成果成效还没有完全确定。那我应该讲的说，当民主进步党执政的时候，说要去用所谓太阳能发电，你就说什么地方人士什么样的等等的问题，说要风力发电，然后说什么浪费钱等等一大堆。我只能在这边讲，以现阶段的核电，谁能保证它的安全？我不知道。第二个，核电厂如果要重启，有没有保险？保险全世界没有人要保这个核电的险。所以在现在来讲，你说我们非核家园有没有改变立场？我个人认为没有，只是总统现阶段的把我们以后要遇到的问题先提出来告诉大家。但是如果说核电没有核安，就当然没有核电。这3个前提如果没有达到，根本不会重启的问题。所以，因为今年度的3月12核子反应设施管制法你们通过了，那总统针对这个部分回应你们，但是能不能重启核电？核电厂的一个重启，这后面还是有很多关卡要过。OK， 未来台湾的能源政策到底会怎么样？赖总统这一次的表达的这些民进党的所谓的核能政策有任何一些的改变吗？你可以想象出来，当台湾 AI 所有这些运用的时候，蓝绿白之间针对能源政策到底会是怎么样？一定会有一些大家各自的一些看法。只是这一次赖总统所发表的这些，那在未来那会引起还会在政坛有什么样的一些大家一些讨论，恐怕是大家在乎的一个重点。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到了这个礼拜。明天、后天以后，包括柯主席的案子判决，包括所有这些，包括李珍秀在立法院所有这些事情，未来选战会怎么样的反映出来？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